歌剧魅影。加斯东勒鲁。第25章。木桶，木桶，您有木桶要卖吗？波斯人的叙述继续。我已经说过，我和沙尼先生所在的那个房间是一个规则的六边形，并且完全用镜子覆盖着。从那以后，特别是在某些展览中，人们建造了与此完全相同的房间，称之为奇迹之屋或幻象宫殿。但第一个发明它的人是埃里克，他曾在马赞达兰的玫瑰时光，当着我的面建造了第一个这样的房间。只需要在角落里布置一些装饰图案，例如一根柱子，就能立刻得到一座千柱宫殿。因为开始Michi Gubiritan 由于镜子的作用，真实的房间会扩展成6个六边形的房间，而每个房间又会无限倍增。从前，为了取悦小苏丹，我曾用这种方式布置了一个场景，使之变成无数的庙宇。但是小苏丹很快就厌倦了这种幼稚的幻觉，于是埃里克把他的发明改造成了刑讯室尔。他没有在角落里放置建筑图案，而是在前景中放了一棵铁树。为什么那棵树完美地模仿了现实，连叶子都画上了颜色，是铁做的呢？因为它必须足够坚固，才能承受住被关在刑讯室里的病人的所有攻击。我们将看到，通过角落里那些自动旋转的鼓，这些鼓被分成了3部分，连接着镜子的角，并且各自支撑着一个轮流出现的装饰图案。这样获得的场景是如何瞬间2次转变成另外2个连续的场景的？这个奇怪房间的墙壁没有给病人提供任何可以抓住的地方，因为除了那个坚固无比的装饰图案外，墙壁只覆盖着镜子，而且是足够坚固的镜子，足以承受住那个被扔进来的可怜虫。更糟糕的是，他的手脚都是赤裸的狂暴发作。没有一件家具，天花板是发光的。一个巧妙的电加热系统后来也被模仿，可以随意提高墙壁的温度，从而使房间达到期望的温度。我致力于列举一项完全自然的发明的所有精确细节。这项发明通过彩绘的树枝，一片被正午阳光炙烤的赤道丛林，创造出一种超自然的幻觉。这样就没有人能够怀疑我精神的清醒，没有人能够说这个人疯了，或者这个人说谎，或者这个人把我们当傻瓜。如果我仅仅这样叙述，从地下室下来，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被正午阳光炙烤的赤道丛林，我或许能造成一种愚蠢的惊奇效果，但我并不追求任何效果。因为我的目的是解释在沙尼子爵和我经历的那场可怕冒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场冒险曾一度让这个国家的司法部门高度紧张。我现在回到我离开时的世界。当光线照亮天花板，我们周围的丛林也被照亮时，子爵的惊愕超乎任何想象。那片无法进入的丛林，无数的树干和树枝将我们无限地缠绕在一起，使他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沮丧之中。他用手抚摸着额头，仿佛要拒绝一个梦境般的景象。他的眼睛像刚醒来的人一样眨着，难以恢复对事物现实的认知。有一瞬间，他忘记了倾听。我说过，丛林的出现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所以我才能听到隔壁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而且我的注意力与其说是在布景上，我的思绪已经不再关注它了，不如说是在制造出这种景象的镜子本身。那面镜子在一些地方已经破裂了。的确，它有裂缝，尽管它很坚固，但还是被人打碎了。这向我证明，毫无疑问，我们所在的酷刑室以前已经使用过了。一个手脚比马赞达兰玫瑰时光的囚犯们受到更多保护的受害者，陷入了那种道德幻觉之中，
并且在疯狂的愤怒中敲打着那些镜子。尽管镜子有轻微的裂缝，却仍然映照着他的垂死挣扎。而他结束痛苦的那根树枝，其位置使得他在死前能够同时看到，这是至高无上的安慰。成千上万个被绞死的人在摇摆。是的，是的，约瑟夫不该来过这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死去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我们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一些比约瑟夫布盖更有用的事情。难道我对埃里克的很多伎俩不了解吗？这是最后一次将他们付诸实践的机会。首先，我丝毫没有考虑回到把我们带到这个该死房间的走廊，也没有担心重新启动那块封锁通道的内部石头。原因很简单，我没有办法。我们是从相当高的地方跳到酷刑室的，现在没有任何家具可以让我们到达通道，连铁树的树枝，或者我们中的一个人的肩膀充当梯子也不行。只有一种可能的出口，那就是通往路易·菲利普风格的房间。埃里克和克里斯蒂娜·达埃就在那里。但是，如果克里斯蒂娜那边的出口是一扇普通的门，那么我们这边的出口是完全看不见的。因此，我们必须尝试打开它，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确信我们无法从克里斯蒂娜·达埃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时，当我听到那个怪物带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拖着那个不幸的女孩离开路易·菲利普风格的房间，以免打扰我们受刑时，我决定立刻开始行动，也就是寻找门的机关。但是，首先，我必须安抚沙尼先生，他已经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样，在林间空地上走来走去，发出语无伦次的叫喊声。尽管他情绪激动，但他还是听到了一些克里斯蒂娜和怪物之间的对话片段，这让他失去了理智。如果再加上魔法森林的效果和开始让他太阳穴冒汗的灼热，就不难理解沙尼先生开始感到某种折磨了。尽管我提出了建议，但我的同伴已经不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了。他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冲向一个不存在的空间，以为自己进入了一条通向远方的林荫道。几步之后，他的额头就撞到了他那森林幻觉的同一个倒影上。与此同时，他喊着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并且挥舞着手枪，仍然用尽全力呼唤那个怪物，向音乐天使挑战进行殊死决斗，诅咒着那片虚幻的丛林。酷刑在那颗准备不足的头脑中产生了效果。我试图用世界上最平静的方式和可怜的子爵讲道理，让他用手指触摸镜子和铁树，触摸面板上彩绘的树枝，并根据光学定律向他解释我们所处的整个照明设备。我们不能像两个普通的无知者一样成为他的受害者。我们是在一个房间里，在一个小房间里，这是我们必须不断重复给自己听的。当我们找到门时，我们就能离开这个房间。好吧，让我们找找他。我向他保证，如果他让我行动，不被他的尖叫声和疯狂的走动所打扰，我会在1个小时内找到门的机关。然后，他像在森林里一样躺在橡木地板上，宣称他会等到我找到森林的门，因为他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补充说，从他所在的地方，景色非常壮丽。尽管我尽了一切努力告诉他，但酷刑还是产生了效果。至于我，忘记了丛林，我选择了一块镜子面板，开始在各个方向摸索它，寻找必须按下的薄弱点，才能按照埃里克的旋转门和活板门系统转动门。有时，那个薄弱点可能只是镜子上一个豌豆大小的污点，机关就在它的下面，必须触发。我找啊找，我摸索着我的手能达到的所有高度，
埃里克和我差不多高，我认为他不会把机关放在他身高以上的地方。这只是一个假设，但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因此，我决定不知疲倦地一丝不苟地绕着6块镜子面板转一圈，然后也仔细检查香木地板。在非常小心地摸索面板的同时，我努力不浪费1分钟，因为热量越来越强烈。我们简直是在那片燃烧的丛林中被烤焦了。我已经工作了大约半个小时，并且已经检查完了3个面板。这时，我们的不幸让我不得不因为子爵发出的一声低沉的惊呼而转过身来。我要窒息了，他说，所有这些镜子都在散发出地狱般的热量，您很快能找到您的机关吗？如果您不能很快找到它，我们就会在这里被烤焦。我一点也不讨厌听他这么说。他没有说一句关于丛林的话。我相信我的同伴的理智仍然可以更多的对抗酷刑，但他补充说，让我感到安慰的是，那个怪物给了克里斯蒂娜时间到明天晚上11点。如果我们不能离开这里并拯救他，至少我们会比他先死。埃里克的弥撒可以为所有人服务。然后，他吸了一口灼热的空气，几乎使他昏倒。由于我没有像子爵那样有接受死亡的理由，所以在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后，我转过身来面对我的面板。但是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说话时走了几步，以至于在那片虚幻的丛林的混乱中，我不确定哪个是我的面板。我不得不重新开始。随意地，我也无法避免表达我的沮丧。子爵明白他必须重做一切，这给了他一个新的机会。我们永远也走不出这片丛林，他呻吟道。他的绝望只会增加，而随着绝望的增加，他总是越来越忘记那些只不过是镜子而不是真正的丛林。我又开始寻找摸索发烧，也开始侵袭我，因为我什么也找不到，什么也找不到。隔壁的房间仍然一片寂静。我们真的迷失在丛林中，没有出路，没有指南针，没有向导，什么也没有。哦，我知道如果没有人来帮助我们，或者我找不到机关，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但是我已经可以寻找机关了。我只找到了树枝，那些以令人钦佩的美丽挺立在我面前，或者在我头上弯曲摇曳的树枝，但是它们没有投下任何阴影。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身处一片赤道丛林，阳光就在我们的头顶，一片刚果丛林。有几次，沙尼先生和我脱下又穿上外套，有时发现他让我们更热，有时又发现，相反，他能保护我们免受炎热。我在精神上仍然抵抗着，但是沙尼先生在我看来已经完全疯了。他声称他已经在那片丛林中不停地走了3天3夜，寻找克里斯蒂纳达埃。时不时地，他以为自己在树干后面或在树枝间看到了他，并用恳求的话语呼唤他。那些话语使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你为什么要躲避我？难道你不爱我吗？难道我们不是订婚了吗？克里斯蒂娜，停下来，看，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克里斯蒂娜，可怜可怜我，我将在丛林中死去，远离你。哦，我口渴，他最后用一种语无伦次的语气说道。我也口渴，我的喉咙像火烧一样。然而，此刻蹲在地上的我，仍然不停地寻找那扇看不见的门的机关，因为随着夜晚的临近，在丛林中逗留变得很危险。夜晚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着我们，它来得很快，就像夜晚在赤道国家降临一样，突然之间，几乎没有黄昏。但是赤道丛林中的夜晚总是危险的，尤其是当像我们这样没有东西可以生火来驱赶野兽时。我曾试图暂时停止寻找机关，折断一些树枝，
我会用我的手电筒点燃它们，但是我也撞到了那些著名的镜子上，这及时地提醒我，我们面前只有树枝的图像。随着夜晚的到来，热量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现在在月亮的蓝色光芒下更热了。我建议子爵准备好武器进行射击，并且在我继续寻找机关时不要离开我们的营地。突然，我们听到一声狮子的吼叫，就在几步之遥，那声音撕裂了我们的耳朵。哦，子爵小声说，他离得不远。您没看到吗？就在那里，穿过那些树，在那些灌木丛中，如果他在吼叫，我就开枪。吼叫声再次响起，声音更大。子爵开枪了，但是我不认为他击中了狮子，他只是打破了一面镜子。第二天早上，黎明时分，我证实了这一点。在夜里，我们一定走了很长的路，因为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沙漠的边缘，一片广阔的沙子、石头和岩石的沙漠。离开丛林掉进沙漠里，实在是不值得。精疲力尽的我躺在子爵旁边，厌倦了寻找我找不到的机关。我真的很惊讶，并且我告诉了子爵，我们在夜里没有遇到其他不好的遭遇。通常，在狮子之后会有一只豹子，有时还会有采蝇的嗡嗡声。这些都是很容易制造的声音效果。我在我们休息以穿越沙漠时向沙尼先生解释说，埃里克用一个长长的、一端蒙着驴皮的小鼓来模仿狮子的小鼓，来模仿狮子的吼叫声。在鼓皮上拉紧一根长线，长线的中心系着另一根同类的绳子，绳子穿过鼓的侧面。埃里克只需要用涂有松香的手套摩擦这根绳子。通过摩擦的方式，他模仿狮子或豹子的声音，甚至采蝇的嗡嗡声，达到了无法区分的程度。埃里克可能在隔壁房间里玩弄他的伎俩的想法，促使我决定与他进行谈判，因为显然必须放弃试图出其不意地抓住他的想法。现在他应该知道如何对待刑讯室的居民了。我叫他埃里克，埃里克。我尽可能大声地穿过沙漠喊叫，但是没有人回答我的声音。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地方，都是寂静和那片石质沙漠的浩瀚。在这种可怕的孤独中，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们开始真正地因为炎热、饥饿、口渴而濒临死亡，尤其是口渴。最后，我看到沙尼先生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身体，指着地平线上的一个点。他刚刚发现了绿洲。是的，在那边，非常遥远的地方，在沙漠的中心，有一个绿洲，一个有水的绿洲，水清澈如水晶，水倒映着铁树啊！那无疑是海市蜃楼。我立刻认出了它。最可怕的，没有人能够抵挡住它。没有人。我努力保持我所有的理智，并且不渴望水，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渴望倒映着铁树的水，并且在渴望水之后，我碰到了镜子，那么只有一件事可做，把自己吊在铁树上。这就是我向沙尼先生喊叫的原因。这是海市蜃楼，这是海市蜃楼。不要相信水，这是镜子的另一个伎俩。然后，他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让我带着我的镜子伎俩、我的机关、我的旋转门和我的海市蜃楼宫殿走开。他愤怒地声称，我疯了或瞎了，才会想象所有那些在远处那么多美丽的树木之间流淌的水不是真正的水。沙漠是真的，丛林也是。他不容易被欺骗，他旅行的太多了，走遍了所有国家。他爬着说，睡，睡。他张着嘴，仿佛在喝水。我也张着嘴，仿佛在喝水。我们不仅看到了他，而且听到了他。我们听到他在流动滴落。你们理解滴落这个词吗？这是一个用舌头听到的词。舌头伸出嘴巴，以便更好地倾听它。
最后，听到雨声对我们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但并没有下雨，那是一项恶魔般的发明。想想我知道埃里克是如何做到的。他用小石子填满一个非常狭窄和非常长的盒子，盒子被木头和金属的隔板在不同间隔处隔开，小石子落下时，撞击隔板并相互反弹，产生断断续续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暴风雨的雨点敲击声。人们应该看到沙尼先生和我如何伸出舌头，爬向岸边，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都充满了水，但是我们的舌头却像鞋底一样干燥。到达镜子时，沙尼先生舔了舔它，我也舔了舔镜子。它在燃烧。然后，我们倒在地上，陷入了残酷的绝望之中。沙尼先生把剩下的最后一支装满子弹的手枪靠近他的太阳穴，我则在我的脚边寻找旁遮普套索。我知道为什么铁树会再次出现在那第3个布景中。铁树在等着我。但是，当我看旁遮普套索时，我看到了一些让我如此剧烈颤抖的东西，以至于沙尼先生停止了他的自杀动作。他已经在喃喃自语再见，克里斯蒂娜。我抓住了他的手臂，然后我拿走了他的手枪，然后我跪着爬向我所看到的东西。我刚刚发现，在旁遮普套索旁边，在地板的缝隙中，有一个黑色的钉子头。我并不知道它的用途。我终于找到了机关，即将启动门的机关，即将给予我们自由的机关，即将把我们交给埃里克的机关。我摸了摸钉子头，我用容光焕发的表情看着沙尼先生黑色的钉子头屈服于我的压力。然后，打开的不是墙上的门，而是地板上的活板门。立刻，从那个黑洞里吹进了新鲜空气。我们像俯身在清澈的泉水上一样，俯身在阴影的方框上，下巴抵着清凉的阴影，我们喝着它。我们越来越倾斜在活板门上方。那个洞里，那个刚刚神秘地打开门的坑里，有什么呢？谁知道那里有没有水呢？可以喝的水。我在黑暗中伸出双臂，找到了一块石头，又一块石头，一个楼梯，一个通往洞穴的黑色楼梯。子爵已经准备好跳进洞里了。在那里，即使我们找不到水，我们也可以逃脱那些可怕镜子的耀眼效果。但是我阻止了子爵，因为我害怕那个怪物的另一个轨迹。我打开了我的手电筒，第一个走了下去。螺旋楼梯沉浸在浓密的黑暗中，并围绕自身旋转，在楼梯和黑暗中感觉真好。这种凉爽与其说是来自埃里克安装的通风系统，不如说是来自地球本身的凉爽。地球一定在我们所在的高度被水浸透了，此外，湖泊一定离我们不远。我们很快就到达了楼梯的尽头，我们的眼睛开始适应黑暗，并开始区分我们周围的形状，圆形形状。我用手电筒的光束照射着它们。木桶。我们身处埃里克的酒窖，他一定在那里存放着葡萄酒，也许还有饮用水。我知道埃里克喜欢好酒。啊，是的，那里有很多可以喝的。沙尼先生抚摸着那些圆形的物体，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木桶，木桶，有多少木桶啊？事实上，那里有很多木桶，对称地排列成2排，我们就位于它们之间。这些都是小木桶，我想象埃里克选择了这种尺寸，因为它们很容易被运送到湖边的宅邸。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检查它们，寻找带有龙头，表明曾经使用过的迹象的木桶。但是所有的木桶
都密封着。然后再举起一个木桶检查它是否装满后，我们跪了下来，并用我随身携带的小刀试图撬开塞子。就在这时，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单调的歌声，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它的节奏我非常熟悉，因为我经常在巴黎的街道上听到它。木桶，木桶，您要卖木桶吗？我的手停在了塞子上，沙尼先生也听到了，他对我说：“真奇怪，好像木桶在唱歌。”歌声再次响起，更远了。木桶，木桶，您要卖木桶吗？哦，子爵惊呼道，我向您保证，歌声消失在木桶里了。我们站起来，看了看木桶后面。他在里面，沙尼先生惊呼道，他在里面。但是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了。我们不得不将此归因于我们的糟糕状态和我们感官的错乱。我们回到了木桶的塞子上，沙尼先生将双手合在一起放在上面，并在最后的努力中撬开了塞子。这是什么？不是水！子爵立刻惊呼道。子爵已经将他那沾满液体的双手伸向我的手电筒。我俯身看着子爵的双手，我立刻将手电筒扔得离我们很远，它被打碎并熄灭了，并且永远消失了。我刚刚在沙尼先生的手中看到的是火药。